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是2024年了啊，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看着我穿的很死劲啊，因为在我的小视频里面已经看到过我分享的照片了，这是穿上来跟大家就是show off一下我自己做的小花棉哦。因为暖和里面是夹棉的，那就脱掉了，就是show off完了之后我就把它脱掉了，因为还是有点热。那么新年的第一支视频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2023年度的爱用彩妆类。等了很久，是因为过节是瞎忙，今天有时间坐下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哈。因为今年呢特别的关注内调和中国的中医上面的一些对于皮肤的一些见解。所以新的一年我会分享更多非常实用的，让我们不仅皮肤好，还从里到外的全身都能健康起来。抗日问题它真的就不仅仅是这个外面的涂涂抹抹擦擦的，它一定要回归到内里。其实跟大家有聊过，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晒太阳，温哥华经常会下雨，所以一旦有太阳，我就是特别的兴奋，人也会变得开心很多。虽然会受到很多护肤博主的抨击，但是在我自己的新认知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量的去擦防晒。分享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对吧？我说的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下方讨论。所以今年用防晒的比例真的少了很多，以至于我有的时候都会忘擦防晒。根据每天的出行的情况去考虑今天要不要去擦防晒。那么夏天哈，就温华的太阳，就夏天它炙热起来是真的站在太阳地儿的皮肤能感觉到它的热度的哈。那我还是会用防晒。今年还是最喜欢那种防晒就是 Neostrata 的轻薄的 Tinted 的 SPF 50的防晒，它不仅可以帮我们达到一个防晒的力度，然后它又是物理的，非常适合皮肤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啊、敏感状况这样子的姐妹们哈。同时也很适合就是你刚用 A 啊、刚用这种果酸啊，皮肤有一些不耐受的这些朋友们。同时它还给你带来一层均匀肤色的附加值，具有一定的帮你吸油的力度。秋冬季节我现在几乎都不用防晒了。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今年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这个素颜霜加一个MAC 的这个6色的遮瑕，这个遮瑕盘非常好用，但是我认为它不应该叫遮瑕盘，它是比较油润性比较强的。化妆的姐妹们都知道，你油润性很强的遮瑕往往是遮不住瑕，或者是你在我们这种油性皮肤，它5分钟就掉了，就展开了，你知道吗？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均匀肤色的一个产品。这个是 Light， 就是它最浅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皮肤哈。比如说鼻中来提亮啊，然后眼下提亮啊，包括我这个颌下不是总是会长一些这种痘痘，会有一些这个小黑点点、小痘印啊什么的，我都会用它来蹭一下。所以说我一般的搭配的话，大家可以看我小视频里面有这个每天早晚的一个护肤啊或者化妆流程，就是一个素颜霜，然后直接用手指来根据这种不同的颜色来点在和涂抹在那个脸上的不同的部位，来起到它遮瑕的效果。我用这个完了之后呢，就是一整天你皮肤就是一个非常白净的状态。当然了，我只要用这个，护须都会加一点粉。油性皮肤嘛，所以我都会加一点粉。那么说到粉哈，我今年用的最多的散粉应该是香奈儿这款散粉，用它最多。我认为哈，这款散粉非常适合油皮，非常适合，因为你很难找到一款适合油皮的散粉，就它不再厚半天，就下午开始它有裂痕，保持你皮肤的哑光质地。还有一个就是迪奥的这款粉饼。迪奥的粉饼，我这款是有2个，一个是1N，还有一个是0N吧，应该0N更会白一些。它自带这个粉扑，这个海绵用来补妆就非常的好。你喜欢带小包的人来讲，我觉得带它出门是有点大，在家里面就直接拿这种大刷子刷一下，然后直接就刷在脸上。它这个粉会有一种很妙的光感，这个光感会让你整个的皮肤质地看起来特别的好。但是美中不足，刚才我说了，如果同样都是用刷子去刷这个粉饼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持妆的效果会更久，它呢会有一定的厚重感，毕竟它是一个粉饼 Hourglass 的3色粉，这个粉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如果你是属于很追求水光肌，或者是皮肤有光泽和我一样就很追求这个东西的人哈，我们又不要那种
特别油亮的光。就比如说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韩国人那种特别油亮光，因为我自己会出油，里面是有这个高光，对吧？还有一个修容色，就它这个颜色非常的淡，就刚好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白净的执念哈。那它还有一个非常适合肤色的颜色，所以说这3个搭配哈，就比如说像我会用肤色跟这种高光色来整个扫我需要它有光泽的地方，阳光洒在你的侧面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非常妙的这种微光。深色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是喜欢一个修容的，它又不会像那欧美小姐姐们喜欢那种 sharp 的这样子的修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妆容，都会给人一种高级感，不是那种很拿捏，而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那种整个皮肤质感的一种升华。有痘印啊、小黑斑呐，或者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买一个这个 NARS 的这个小罐子，这个用的是 Medium One Custard 的，一定要用比皮肤稍微那么深一点点一个色号的去遮这些很明显的痘印和瑕疵。它的好处是特别的扒脸，它就比遮瑕液要来的扎实得多。遮起来粉还有一款眼下的这个粉，这个也是我去年的好物分享了，就 Pat McGrath Labs 的他们的眼下的一个粉。明明记得有一次打折我囤了一块，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就是真的是量太少了。这个量有多少？我这后面已经磨得看不清了，非常的顺滑，它会有一点点珠光的感觉，但是它这个珠光是好看的这种光泽，它不会就是反光特别的明显，显着毛孔特别的粗大。它擦完之后，整个你的皮肤就是一种站不稳的这种状态，就特别的滑，你知道吗？可能这个粉质就是没有其他的产品，连类似的产品跟它比拟都没有，就是它这个感觉只有这一个产品有。接下来就是一个粉底，我觉得今年用的比较多的是 Forever Dior 这一款。我用的是磨砂的，也就是它的所谓的哑光，但是一点也不哑光，没有那么哑光的这个粉底。但是我今年用的比较多的，我今年用粉底真的很少。出过这一款的整个的一天的实测，所有的产品当然了都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对吧？而且根据每个人当时的这个整个的皮肤状态也会有所偏差，但是整体来讲，它确实是一款不错的粉底，而且是能感觉到是有在进步的粉底，它是明显的有一种时代超越感的，是有新的东西在里面和新的更完善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粉底。两个打底，那么今年用粉底比较少，所以打底也比较少。如果你要想皮肤非常的顺滑，尤其上毛孔粗大，尤其是用了这个 AR 这种姐妹们有的皮肤，它还在一种很粗糙感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尝试 Hourglass 的这一款 Airbrush Primer， 就会让你后续的底妆非常的顺滑，甚至你用完它再用一个类似于这种的粉状的粉底。也是可以的，它会整个提升你的皮肤的一个细滑度啊。这款产品当时刚出的时候非常火，它真的是有它火的道理的，它非常的保湿。那我是一个油性皮，我为什么还这么喜欢这个产品？就是说你在你整个皮肤的状态非常的饥渴，或者是你比如说我去另外一个比较干燥的城市，你就预先也就知道你换了一个这个干燥地区你的皮肤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哈。你需要一个极度的保湿，同时还能帮你改变一个咱们说的护肤里面经常讲改变你那个皮肤周围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就是营造一种假象，让你的皮肤以为生活在江南水乡，嫩嘟嘟水当当的那个状况，就是这个。当然你说你的皮肤已经皮肤表面已经干燥掉皮起屑，那你还需要去一下角质，对吧？咱们说了这个皮肤你要代谢已经凋亡的这些角质的话，那你去死皮是肯定要做的。这比如说化学焕肤里面的水杨酸呐、果酸呐，包括亲肤的面膜啊，或者是尿素，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帮你去代谢掉，就是你一化妆就是那种干屑这些情况。这个呢是缓解皮肤的饥渴感。就是你用它完之后，你在后续用大部分我手上的这种粉底，都同样能够起到帮你的皮肤保湿的这种状况，你就会能感觉到，其实你身处干燥沙漠地区，你也能感觉到你的这个皮肤是有被 hold 住水分。今年还有一款这个叫 Tinted Moisturizer。就是非常适合懒人。我发现欧美很多 tinted moisturizer 都不适合油性皮，它好像就有一种这种蜡质啊，或者是这种 silicone 叫什么，这种硅胶质地、硅感的这种东西在你脸上，你逃不过的。那么这个东西在脸上呢，一个对我们的皮肤负担非常的大，然后再一个呢，会让你油性肌出油更多，然后你的毛孔的问题会更严重。所以我很少去使用 tinted moisturizer，但是它又非常的方便，
那么像我现在使用，我就觉得比来比去，我觉得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油性肌的。它既能起到一定的遮瑕，有一些天天的毛巾，我真的觉得就它就是毛巾来的，就是它虽然说有颜色，但是擦在脸上就啥感觉，什么遮瑕呀，什么匀肤都起不到太大的这种感觉哈。它既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均匀肤色，帮你有一定的 cover 的能力，那么同时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油腻，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没有那个油感在里面，就那微感或者油感，尤其是就是后半天哈，就是中午过了中午头，吃完午饭之后哈，就是那个脸上那个油啊，跟这个东西里就完全它都没办法融合到一起。控油效果还是相比其他的好很多，尤其是 NARS 出那个东西的时候风超大，但是它这就真的不适合油性皮，真的不适合油性皮。我觉得你皮肤很干燥的话，我估计应该还是特别舒服用着，因为它真的很油润，油润到下午我们自己出油的话，就跟我们自己的油就打架，谁都没办法融合谁的这种感觉。所以相比来讲，我还是更喜欢这一款。有个粉忘说了，这个真的是我也是好几年推荐了。如果你喜欢粉状的粉底啊，它比Dior它更遮瑕，更有粉底的样子。它很适合什么？比如说你今天需要没有一点油光的情况下，站在台上讲1个小时、2个小时的课，非常非常的哑光，而且控油也不错。但是它对于油皮来讲的话，它的持续控油力度不行，那更不用说这种了哈。这种只是说暂时的可以给你吸油，长期来讲的话，这个肯定是要后续补妆的，因为它本身的遮瑕力度又不行，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完全当成底妆去使用的粉饼。说哪一个粉擦完之后没有粉感，那肯定遮瑕不咋地。擦完之后哈，咱俩离得特别近的情况下，你能感觉到我有擦粉，而不是擦的粉底液。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社交距离看，它让你整个的皮肤的质感特别的好啊。前一段时间在打折，大批打折，我觉得这个产品多少可能会停产，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他们家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那么我自己有囤货，如果它要是真的停产了，我会非常的伤心。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 Sephora 现在还依旧可以买到的液体眼影05 Shocking。为什么喜欢它呢？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眼影，尤其是夏天，你又想不要太夸张，但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彩色的东西在上面，非常美的淡紫色，干得很快，但是它又不会有拔干的状态，需要的情况下是不是超美？就既能给你的整个妆容增添一点颜色哈，又能给你整个人的状态增加一些灵动感。的3盘眼影，那么第一盘呢，18年回国的时候，在一家小店里面买的 eyeshadow， 它这个整个的所有的包装有点模仿这个 Bobbi Brown。它的质感真的粉感超好，而且它的颜色是我喜欢的，就是既有大地色，然后又雾湿高级感。虽然这一盘可能也就是20-30块钱，反正是很便宜很便宜啊。一般买粉底我就会摸它的最浅的这个高光色，就是哑光色，是它的哑光色。然后这所有的颜色就是最简单的大地色，然后粉质超牛，大家看这是它的哑光白。然后呢，这一款呢是226，也是属于这种非常经典的大地色，但是美中不足，它里面没有一个哑光啊，全部都是珠光色的。有什么晚宴呀，参加什么活动啊，日常接娃送娃，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高调了，就是太闪了，你知道吗？另外一个呢是我用的比较多，今天我也用它来上的眼影，5色眼影里面的这个 Let。就是很少有人提，但是这个颜色很适合皮肤白净的状态下去使用，非常的淡，非常非常的日常，就一点都不夸张，既冷艳，然后又能透露出来就日常，不需要描眉画眼那么重哈，就能透露出来一种清冷的松弛感，是一种偏粉紫色的，它紫色调并不重，粉棕的这种感觉。今年用的比较多的3个眼影盒。还有一个产品呢，一定要给像我一样头发有白发，尤其是脑门中央爱长白发的姐妹们推荐。咱们说发际线粉，它其实叫发根粉，它配着一个刷子，而且它刷子的刷毛非常的轻软，我也不知道哪里是色号，我也真的是看不到它这个上面有写色号吗？哪个是色号啊？那它里面还有一点闪，所以它没有很死般的那种发灰发黑，它是真的可以把白发涂上色的，就有些粉你白发是没有办法上色的，你只能上到你的头皮上，大部分的白发都是可以被染上的。咱们不能天天没事都染头发是吧？有时候就是懒懒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就不想染了。染头发毕竟对身体也不好，对不对？再怎么样的染发剂，
还是有一点风险。所以说我们实在很懒的时候，可以备一个这样子东西。它比那个喷的，我之前有推荐那个喷的嘛，它就是更精准，它适合就是你这个面积不要太大，你刚刚开始那个白发长出来，然后又很着急，又要出门见朋友，非常需要一个完美形象的情况下，那如果你这个大面积的白发长出来了，它就不太适合了。而且同时它也适合，比如说你的发际线宽或者是有脱发的现象都可以用这个东西，非常的方便，往包里一装就行了。现在很多女生都爱去接睫毛或者是去用假睫毛假睫毛确实也很方便，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太必要的场合去贴假睫毛，假睫毛毕竟它会消耗我们的时间，所以刷睫毛对于我们这种老一辈的美女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准备的东西，就好像很顺手，而且也习惯了吧。今年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我的挚爱，一个是前2年发现的这个 Sky High， 就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睫毛比较短，然后它甚至在我这儿都可以起到一个睫毛打底的一个功效，就是你用其他所有的好像没有办法拉长睫毛膏，都擦一个这个，所以我最近很喜欢把这2个搭配到一起。这个就是不起眼的，可能都没有几个博主去推荐，就是这个 Exhibitionist。在北美，如果你喜欢宽宽长长厚厚大大的睫毛的话，你一定要去尝试这个，而且它真的不晕。那时候我刚来读书的时候，那个 CoverGirl 可牛了，你知道吗？广告到处都是。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好像冷却了很多。就以前咱们在中国用的睫毛膏，你会发现这个睫毛会很硬，甚至美宝颜的睫毛膏也会有这样问题，会很硬。如果很软的睫毛膏，你可能有时候女孩子们都没有发现，有时候很软的睫毛膏就会晕嘛。现在肯定都技术也更新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发现 CoverGirl 睫毛膏我就觉得好用，一个是它不晕，它摸上去是软的，就不是属于那种硬巴巴的那种感觉。那他们家这一款睫毛膏很少有人推荐，但是真的就属于能把你就是我们亚洲人这种稀稀疏疏的给你刷到这种非常的丰盈的状态。蓝色的，你看我今天就擦，你没有发现吗？是不是根本就看不出来？如果你要不趴到我脸上看，你根本看不出来。我一般都是在你擦完这个黑色之后嘛，然后再蹭一点这个蓝色的。你只有在我身边的人，看到吗？就是好像隐隐约约有点这种，看吗？隐隐约约的有点这种泛蓝的感觉。就很好看，就很灵动，知道吗？但是千万不要单独用，尤其咱们亚洲的女孩整个咱们质地还是黄，所以说你单独用的话就真的不好看。那人家那种金发碧眼的皮肤白的呀，那种跟雪一样的那种女孩，那蓝色可漂亮了。我就是看人家那种女孩擦了蓝色，我才去买的这个，一定要去试一试鼻影。阴影修容就是打造轮廓感的修容，就像这个小鼻梁了，就平地起高楼这种，你擦上去1天就不太会掉。尤其像我这种这么爱出油的，它也不掉，你知道吗？你只要不蹭它，它都不掉，所以它能 hold 妆 hold 得更久一点。今年用的最多的口红有几个品牌我很喜欢，比如说加拿大的品牌 MAC 然后还有就是这么多所谓的奢侈品的品牌，我这么多年我对迪奥的口红情有独钟，我觉得。就是在质地上来讲，就是在你的舒适度来讲，不去讲颜色我觉得迪奥是最舒服的。总共的系列也不是很多，但是它每一个系列的产品都很好，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就是 Classic 经典的这一款今年我用的最多的2个色号。一个是772，又不像他们家经典的什么999和之前 icon 那个720，就是那么火热，非常的日常的，就很适合我们的黄色的皮，就是你底是黄色的，既能给你抬气色，然后又有一点那种粉嫩感，而且又不会过。就像720跟999，你只要擦在街上，我就觉得很过了，我就觉得有点。too much 了。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的彰显，但这个就属于我们接孩子上班上学擦上去之后呢，它既能帮我们提气色，它又是红的，就是它擦上去是会显得你的嘴巴特别红，但是又不会过的那种红，不抢风头。814提到它的人也真的很少，有一点棕色调，非常适合秋冬。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棕很红，你轻轻的涂在嘴巴一层，
然后你用手指把它抿开，很自然，而且它又不是那种猪血红，它是带有这种黄调、棕调在里面，所以它会抬气色。对你的皮肤黄还是黄黑，我认为你擦这个颜色都好看。那么白色的闺女就不用说了哈，你们擦啥都漂亮，对不对？非常非常适合秋冬，而且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阶段。772呢，它是带有一点点光泽的哑光，就是它的经典哑光。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它的雾面哑光哈。开价品牌的露华浓，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唇膏。那今年用的比较多的，其实这个是早就买，叫 Extra Spicy， 是761，它就是一个橘色的红，旁边是刚才的772，这边是814，是哑光的，这个就是761，它是带光泽的，就是他们家的这种带光泽的，很滋润的。抛子散白，很滋润、很油润的那种棕，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这种俏皮，或者是说是这种很喜庆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今年比较喜欢的自然的妆感，因为今年擦粉底也少嘛，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个整体非常素的那种感觉，一抹红唇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抹红唇就赢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 MAC 的这个幽雾淡，它的妆感给我的是一种清冷的质地，清冷的感觉。这个颜色是314。那他们家的这个哑光系列又清透又哑光，同时就是那种屌屌的感觉，你知道吗？精致有点冷，即使是大红色，它也是一种内收型的这种表达。他们家独特的这种哑光的质地，我特别的喜欢。看的粉，但是它好像又有点橘色的小调调在里面，非常好看。大家推荐2款今年我觉得非常喜欢的香水吧。夏天可能这种香味哈，就是趋向于果香啊、花香啊，就比较花枝招展的，然后比较清淡的、比较淡的这种东西，你可以每天洗澡都换哈。那么秋冬呢，你就喜欢把这些香味喷到你的衣服上啊，然后喷到你的沙发上啊，就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感。那么今年我推荐一个是这个 Philosophy 的 Fresh Cream Warm Cashmere， 它是属于纯的 vanilla 香草的味道。现在有很多这种香水又添檀香啊，又添香草哈，就混合在一起，是能在里面就是扒拉到这种香草的味道的。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的奶香草，就是香草，很软和，很暖和，甜甜的。它美中不足，就是持久力度差一点。Gucci 的 Guilty。这一款呢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今年哈，我的妆感也非常的淡，我整个追求的是一个有深度、有内涵的女人。年大了，你知道吗？有故事的女孩，然后又带着一点点这种反派的东西在里面。敢于说 no 的女人，就是肯定不是那种甜美可人的小姑娘。这个香水很多男生会喜欢，就是它说不好，它就有女人那种荷尔蒙的感觉。这个东西喷上去就是一个狠角色，你靠近它，你闻到它身边这个味道，你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啊，她不是个傻白甜，你知道吗？她也琢磨不透，然后又让别人跟你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感。乱七八糟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长期使用和长期跟大家会分享的产品，可见我多么的忠心。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